大家好，我超男的荷官啊 ，S8.5 终于更新了，荷官也是第一时间就去玩了。最大的感觉呢，就是装备变多，玩起来比 S8 爽很多。这期呢，就给大家带来一套成型后非常无敌的赌狗阵容——超英魔道 EZ。阵容呢，6人口成型，船长、瞎子、石头人开出3超英，为 EZ 情侣开出3魔道，2斗士2爱心。但是呢，现在除了有2费卡 EZ， 还多了一张5费卡 EZ。当2个 EZ 同时在场的时候 ，EZ 的技能呢得到强化，可以直接打到后排。这期素材里面呢，我们8人口直接爆杀了10人口的4费3星卡，所以现在上限是非常高的。装备方面 ，EZ 的核心装蓝 buff 法爆巨杀，巨杀呢可以换科技枪。当然我们阵容的前排装也是非常关键的，只有前排站得住，我们后排才有输出空间。至于阵容强度如何呢？就让我们直接进入实战吧。这盘呢，第一海克斯啊，我们直接选到 EZ 的重能高杖，然后装备也非常合适，法爆就直接给了。这个阵容其实不是什么新鲜阵容啊，就是在 S8 里面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阵容，只是在 S8.5 里面呢，它变得特别变态。因为现在多了一张5费卡，就是一张5费卡的 EZ， 你同时上场5费卡和2费卡 EZ 的时候呢，你2费卡 EZ 的技能就变了。它就不再是一个小范围的 AoE 了，它就变成一个超大范围的 AoE， 可以直接打对面的后排，还带减速。你怎么理解呢？你直接把它理解成这版本的岩雀大招，还带了一个群体减攻速效果就可以了，确实很变态，对吧？然后前期的玩法呢，就是直接无脑卖血就行了，因为我们这种3-2直接上6级开地的，前期卖点血是没关系的。OK， 选秀的时候呢，正好有个 EZ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版本的特色，就是我们现在这版本的装备说白了就多了一点，因为在 S8 里面呢，就装备数量实在太少了，就经常打完龙王之后，你总共才6件装备，这种就玩得很不爽。所以说这种对新手玩家都非常不友好，毕竟这个游戏不是大部分的玩家都是奔着上分去的嘛。虽然说看我视频的可能大部分奔着上分去的，但是其实很多玩家他都是只想娱乐的，然后你把这个游戏门槛又调高了，对吧？而且说白了，你是为了平衡数值，平衡到最后也没平衡好呀，最后搞了一个暗星妖姬出来，谁拿到暗星属性谁吃鸡啊！但是在 S8.5 里面稍微好一点，就是 S8.5 里面的暗星已经被削废了，所以说 S8.5 里面暂时还没有发现特别不平衡的阵容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呢，在3-1的时候小递了一波，目标是递出个3魔道，然后3-2拉6级就可以了。打完这波我们就拉6级，就3魔道的话，我们这盘来的实在太迟了，不然可以多吃几轮。第2个海克斯呢，这个魔道团之魂是肯定不能拿的因为拿了之后没什么收益啊，我们揉了一下，揉了光明圣物，结果也没想要的装备啊，所以说只能选一件肉装。就我们这种前排装备非常关键啊，秒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现在这个时候弹幕上肯定会有人说戒毒啊，但是我们这种真不能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3阶段开始我们是连胜啊，我们开4魔道和3魔道是一样的收益，就没有收益，我们不能直接让别人一个彩色海克斯，所以这个魔道是肯定拿不了的。然后这时候我们稍微多递一点，前排质量现在是稍微有点低，慢慢补吧。我们现在不用太急，因为后排的输出应该是够的，但前排的质量稍微低一点。就 EZ 的蓝 buff 和这个青龙刀呢，其实差不太多，就是我觉得2个都是可以做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尽量优先做蓝 buff 最主要就是 EZ 非常吃启动速度，我们做蓝 buff 之后呢，启动速度会比青龙刀快很多。OK 选秀的时候没有蓝 buff 那么我们只能去拿一个青龙刀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看了一下同行同行其实数量很少，我们这盘的 EZ 嫖的数量非常多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6张 EZ 了。不出太大的意外，我们还配合一个 Nico， 选完秀之后直接一波 all in， 就是非常完美的节奏直接出3星 EZ。我们这个阵容最好节奏是什么呢？就是2阶段的时候一直连败，然后3阶段的时候走一个连胜，4-1的时候直接一波冲出3星 EZ， 这就是我们最完美的一个节奏。这时候船长和石头人听牌这波要稍微多递一点因为如果你不递的话，万一这个时候你碰到质量高的输了，那这种情况是很伤的。就进野怪之前，我们质量还尽量提高一点，留个30块钱就可以了，尽量保住一个连胜。OK 这波又赢了。打完野怪之后就是我们 all in 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候继续搞事因为现在前3层魔道的收益被砍得很厉害。就现在的话，第4层魔道才跟之前版本持平，所以魔道的话，你能够多吃几层就多吃几层。现在质量还够，打完野怪之后呢，直接就 all in 一波看看能不能冲出3星 EZ。我们有 Nico 的话，应该是有概率可以冲出来的。OK 直接捏这个时候不要犹豫就直接捏，我们节奏一定要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完美的节奏就4-1直接出了3星 EZ 虽然有同行，但同行好像没有赌，它的数量很少，所以说我们这盘还是可以直接冲出来的。最后一个海克斯呢，我们直接就选择一个吸血吧，因为我们现在装备里面没有补吸血。正常如果你 EZ 补一个科技枪的话，其实你是不需要吸血的，但这盘我们没有做科技枪，我们做了一个巨杀，
所以说我们需要补一个吸血，因为外面还是有法师可以直接威胁我们后排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碰到一家灵能石法师啊，他已经9级还有30块，那他这个经济也太好了，但现在还打不过我们，我们直接赢了他。他刚才是一直连胜100滴血啊，被我们断了。外面有狼人啊，所以说这波我们稍微换了一下位置，因为现在狼人呢都是带黑客的，就直接跳后排杀，所以说我们为了防这些狼人的话，站位要稍微换一换，不然被这些狼人贴脸的话，我们 EZ 可能会被秒掉。然后这波选秀的时候，我们直接拿5块钱大棒。拿大棒的目的呢，是我们可以做鬼书，或者说可以做离子啊，这都是2选1，都是可以做的。这波直接升到7级，上一张牛头啊。就正常情况，如果你 EZ 没有来，就那个5费卡 EZ 没有来的情况下，你就这样上就可以了。就7级补个牛头，开出2吉祥物2秘书，质量就很高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EZ 被他这个潘森给限制住了，就导致我们这波小输了1只。他这个质量也太高了，就我们这波断了连胜还是挺伤的。然后这波只给了一个绿甲，我想了想还是不要了吧，因为拿绿甲感觉没什么收益啊。我们再多摊一层，现在血量还是够的，多摊一层也没关系。碰了一个2星的 AI 狼人，就狼人呢，他又是 AI 属性啊，所以说如果你 AI 属性好的话，狼人这个阵容的上限是很高的。但现在这个暗星 AI 被削弱之后呢，说白了就是 AI 感觉现在也就一般般了，就不算是很强势的一个阵容。暗星属性在 S8.5 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对半卡，所以像什么 AI 德莱文这种阵容基本上都记了，就荷官试验过了。最后一波我们可以选离子，也可以选鬼书啊。我想了想，还是选了一个鬼书啊。最主要是我觉得减治疗可能这盘更加好用一点，外面也没有什么人开高魔抗啊，所以这波我选了一个减治疗。阳刀的话就直接给这个情侣去当一个启动装用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波我们打的是那家4-2的时候就已经上到9级的法师啊，他的质量太夸张了，我们被狂入一波。现在质量就明显有点不够了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魔道还没有收米啊，等魔道收米之后，我们的质量会得到一个提升，我们还要多扛一轮。现在这个阶段就比较危险了，我们得赶快地牌去提质量。然后我们打了一家大成的 AI 狼人啊，他这个质量特别高，因为他是暗星 AI， 他还有个2星镜在后面，所以说我们这波也没打过，就现在的血量是比较危险的，得尽快把前排给补到3星。然后我们现在是情侣听牌，位还差2张。然后这波我们打同行啊，他这个应该算我们同行吧，但是他的前排质量比我们更高啊。EZ 就这个问题，你在没有开出平行宇宙之前呢，你过不了对面的前排，而且刚才我们的 EZ 还被吞了技能，这波选秀直接去抢一个厄加特，因为他是5块钱，还是带肉装。我们现在不缺输出啊，最主要是缺肉装。OK， 这时候情侣3星，最后这波收米呢，也就只收了一件装备加一个奥恩神器啊，所以说我感觉这个现在的这个收益确实太低了。当然这波我们是一个3层魔道，所以说收不到好东西是正常的。然后收了米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质量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。我们现在等位3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升等级了。我们升等级，然后找一张 EZ 啊，大概节奏就是这样。OK， 这波我们又打同行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赢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这波质量已经起来了。虽然他的日女也已经2星非常肉啊，但是我们就靠着这个 EZ 的超强输出就可以赢他，直接给他送走。就 EZ 的话，赌还是很强的，赌的话会比这些运营的 EZ 更加强一点。打完野怪之后，直接去 all in 一波，看看能不能出3星位。OK， 位也3星。野怪的时候，我本来是想看看能不能补一件离子啊，但是没有的话也无所谓，反正这盘外面也没有什么人开高魔抗，所以说离子这东西也不是特别重要。又碰了一家机甲，这是一家精英机甲2星草人，我们还是可以打赢。就我们前排质量一旦起来之后呢，我们阵容就很可怕了，因为后排的输出是无限叠加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阵容只要前排能站住，它的核心就在于前排能不能站住。如果你前排能站住，你后排即使装备不是神装，它也伤害很高。因为你是无限成长的。我们连续打了他2波啊，直接给他送走。虽然他是10级一个大成的精英机甲，还打不过我们。然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升等级就可以了，慢慢攒钱。如果你特别糊啊，你甚至可以把什么船长还有石头人全追3星啊，但这盘我的钱是不够了，所以说决定升等级了。
装备就给了吧，因为我们现在没什么容错，所以说装备能提升一点提升一点。最后呢，就剩我和吉家卡牌了，他这卡牌就差个1-2张就3了，但是我也卡不了他。但现在这个阶段，他卡牌不3星打我们肯定是打不了的。然后选秀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犯了一个大失误啊，就是我拿了厄加特，没有拿 EZ 啊。然后我拿了厄加特那一瞬间我就后悔了，因为当时玩的有点久，头脑有点不清醒了。但是没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后面再递一张出来吧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直接先上厄加特就行了，反正他也是一个密集站位嘛，就上厄加特我们也是有机会的。他这个时候卡牌已经3星了，然后他是10人口，辛德拉还可以继续拉人啊，所以说他最后可能场上有11、12个人，还是挺夸张一个质量。但他3星卡牌被我们的 EZ 直接一发 W 秒杀，很帅。OK 啊，最后一波我们直接递出一张 EZ 啊，然后我想了想要不要换，就是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质量打他应该也是可以打赢的，但我想了想，就算输了也无所谓。我相信这个 EZ 我们拿了之后肯定是有提升的，就是我们上了 EZ 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小 EZ 的 W 技能伤害会变低啊，大家可以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上了 EZ 之后，你的伤害就没有那么高了，但是它会变成一个范围伤害，就 AOE 会变得更加厉害，但是伤害就没有那么高了。然后我们和卡牌直接对上位啊，直接3发技能秒掉他的卡牌，最后也是惊险的完成了一个吃鸡啊！当然，如果你也想抢先体验美策，不要忘记看结尾的教程哦，里面有荷官送给大家的小福利。我们下期再见啊！玩美策服真的很简单，首先就是要在奇游官网下载加速器，下载好之后呢，我们先注册账号，然后登录成功之后进入充值界面，输入云顶荷官，免费领取3天 VIP 加速资格。荷官是因为已经领过了，所以没办法重复领啊，大家都是可以去免费领3天试用的。接下来呢，在搜索框输入 LOL， 找到美策服 PBE， 点击进去之后，如果你还没有美策服账号，也不要担心，有很详细的教程教你如何注册和下载美策服。当你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加速了。ping 呢一般是稳定在150左右，玩起来也不会有卡顿的感觉啊。进入游戏界面就发现已经全部汉化完成。OK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也可以在留言处告诉荷官。